能看得出来。贾小玲出生时就以9斤8两的体重位居医院新生儿榜首，却躺在病床上迟迟没有醒来。面对飞来横祸，贾小玲惶恐不安，也痛苦万分。当了一回女儿，却一次都没让李焕英高兴过。她太害怕了，害怕再也没有这个机会给李焕英长脸，甚至没机会再说一句话。贾小玲趴在病床前，冷白的日光突然变得金黄，窗外的景象也疏忽间从绿意盎然变得秋意深浓。贾小玲起身，却不见了病床上的母亲。医院的走廊铺满了金光，贾小玲却便寻不到李焕英的身影。黑白电视正播放着50、60年代的画面，贾小玲就这样摔进了这个黑白世界，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胜利化工厂，还好巧不巧砸在了年轻的李焕英身上。厂里的工人将2人送往医院，贾小玲看着周围的一切有些恍惚。背着她来到医院的男人叫张江，贾小玲一听这不是老熟人江叔吗？但眼前的江叔却异常年轻。看着墙上的挂历，贾小玲才发现自己可能穿越到了1981年，这一年她还没出生。被贾小玲砸晕的李焕英也醒了过来，她看着贾小玲觉得有些眼熟，便错将她认成了二姑家没见过面的表妹李乐莹，还说自己的小名叫小玲。这时包玉梅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，说电视到了，让李焕英赶紧拿着票去领。全场只有李焕英和王晴有票，一行人急急忙忙出去赶车。贾小玲没别的，就是力气大，她将李焕英塞进了车，自己也应声。贾小玲暗暗下决心要让她更高兴。李焕英成了厂里第一个有电视的人，厂里上下都十分羡慕，大家聚在一起观看女排比赛的直播，气氛一时间热火朝天。主任便借此机会提出要在厂里也举办一场女排比赛，大家反响热烈。王晴带着小跟班来挑衅，要在比赛上找回场子。李焕英和包玉梅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，两人便打定主意不参加比赛，决定让李焕英赶上这件大好事。他想方设法劝包玉梅和李焕英参加比赛，接着为了凑齐因为种种原因没法来训练的队员们，更是屡出奇招，帮秃头的王桂香用狗毛做了一撮假发，给弃武从文的赵艳华搬运了首诗歌算他原创，之后又为急需赚钱的毛晴出了个摆摊套圈的主意，最后还策反了王晴派来找麻烦的冷特三兄弟，把他们叫来一起帮白雅文家割稻子。最后终于集齐了几员大将开始训练，但这时候玉梅却在训练时出了意外，手指骨裂，无奈只能由贾小玲顶上。比赛当天，现场气氛热烈，厂长也莅临观看，但没有什么逆袭黑马的桥段。比赛一开始，李焕英的队伍就状况百出，比分更是一度落后，但贾小玲一想到那个天大的好事就拼劲十足，她的态度也感染了李焕英。尽管形势不容乐观，但他们还是尽自己所能打到最后一刻。厂长也注意到了李焕英。赛后，贾小玲终于知道包玉梅口中天大的好事到底是什么。厂长看中了李焕英，让她和自己的儿子沈光林相亲。如此说来，王晴也是因为当时赢得比赛被厂长注意到，这才能和沈光林走到一起，从此鸡犬得道。但如今这件事却落到了李焕英头上，贾小玲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头。两人站在楼道，冷特说自己从来没让妈妈省心过，也没做过一件让她高兴的事。如果她生的不是自己，一定过得比现在幸福。贾小玲何尝不是这种情况？她也在想，如果李焕英生的不是自己，会不会过得比现在幸福？这林翻来覆去想这件事，打定主意后，便开始有意撮合沈光林和李焕英。他给两人买了连坐的电影票，没想到预估错了电影座位的排法，两人隔着老远，沈光林屡次想要换到李焕英身边都没能成功，只能捧着自己的爱心毛豆，隔着人远远地看着李焕英。而此时，贾小玲和冷特却因为避雨擦出了火花。看电影的计划失败，贾小玲再接再厉，约李焕英和沈光林一起划船，给二人制造独处的空间。沈光林还带着3天前的爱心毛豆，见李焕英不吃就自己一顿造，结果不出意外吃坏了肚子。沈光林为李翻江倒海，实在坚持不到船靠岸，为了不在李焕英面前丢人，他只能咬咬牙跳下湖，这才没被人发现拉了一裤兜子。亲爱的工友朋友们，我想死你们啦！虽然贾小玲不遗余力的撮合，但沈光林和李焕英的关系却止步不前。因为有个厂长爹，沈光林成了厂里的播音员。为了向厂里所有人证明自己不是拼爹的纨绔子弟，他决定借文艺汇演的机会大放异彩。两人一合计，便准备排一出2人转。汇演当天，沈光林的节目前半段意外频出，因为是厂长的儿子，众人看到他的扮相想笑却不敢笑，现场一片鸦雀无声。搭档包玉梅也临阵脱逃，贾小玲只能顶上，看着儿子在台上扮丑，厂长一气之下离了席。焕英笑了，沈光林咬了咬牙，爹已经被气走了，起码的保一头，便彻底放开了眼。演出结束，李焕英和贾小玲坐在一起，一边吃饭喝酒一边闲聊。贾小玲说自己会看面相，能看出李焕英以后会嫁给一个年轻有为的男人，生一个月入8万的女儿。李焕英说她如果真的生一个女儿，只需要她健康快乐就行。将自己和贾文田领证的消息告诉了贾小玲，原来两人已经处了3年，只是一直没有公开过。贾小玲不愿看李焕英走上老路，但李焕英却坚持自己这辈子过得挺好的，老路不一定就是坏路。看着眼前年轻又恩爱的爸妈，贾小玲有些释怀，她也知道自己是时候离开了。尴尬的机会，沈光林决定脱离父亲的光环，
远赴深圳闯荡一番。听说贾小玲准备离开，张江和冷特来送她，但他也不确定自己会怎么回去。三人坐在路边等着。张江注意到了贾小玲裤子上的图案，贾小玲说是李焕英帮自己缝的，冷特说自己妈妈就没这么巧的手，缝的裤子都是大补丁。贾小玲想起李焕英以前手也笨，给自己缝衣服裤子也全是补丁。为了不让贾小玲被同学笑话，她就自己在家练，到后来不论她的裤子破成什么样，李焕英都能缝成一个可爱的图案。说完这些，贾小玲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李焕英现在不应该会缝这些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她也魂穿而来。如她所想，两人在同一天回到了1981年。李焕英默默地陪着来让自己高兴的贾小玲，如果能永远这样下去多好。但世间所有人事，无不是就一面少一面，看一眼少一眼，所有人都挣脱不了时间的束缚。贾小玲一路飞奔跑回李焕英的宿舍，过往一幕幕在她眼前划过，两人终究要各自回归来路。能有这样一段经历已经是弥足珍贵。贾小玲哭着从病床醒来，她回到了自己的世界，李焕英魂归何处无人知晓，但愿她无论如何也要回来看看出息了的女儿，以任何形式，哪怕只是一阵拂面的清风，一片金黄的落叶。